拒绝8000万，湖人又没拿下。德罗赞前往国王组三巨头冲冠，马刺成了最大赢家。布朗尼手秀4分又休战。球场之外，胖杰还在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灌篮的胖杰。德罗赞的交易终于敲定了。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，公牛当家球星德罗赞已先签后换，3年7600万美金加盟国王，与小萨博尼斯、福克斯组建国王三巨头。来自 ESPN 的报道，德罗赞通过1比3方交易先签后换加盟国王。具体交易细节，国王得到德罗赞，公牛得到杜阿尔特，2个次轮签。现机，马刺得到哈里森巴恩斯，国王2031年5保护首轮互换。后续消息，德罗赞签下的是一份3年7400万美元合同，这份合同含奖金，最高可达7600万，其中前2年5900万保障，最后1年只是部分保障。而对于口头说要补强阵容的湖人来说，今年自由球员市场连最后一条大鱼都没了。对于湖人来说，最开始目标是克莱、哈登、瓦伦丘纳斯，结果这些人纷纷投奔其他球队或者续约，最后连德罗赞湖人都不愿付出资产去交易，也度过了十分平庸的一个休赛期。对此，湖人总经理佩林卡也被骂声一片。德罗赞在公牛3个赛季，只在2021到22赛季打过1次季后赛，首轮1比4不敌雄鹿。此后，朗佐、鲍尔连续2年膝伤赛季报销，公牛2022到23赛季40胜42负排在东部第10，2023到24赛季39胜43负位列东部第9，连续2年无缘季后赛。公牛今夏也曾给予德罗赞一份2年8000万美金的合同，而德罗赞上赛季的年薪不过才2860万美金。不过对于职业生涯已经挣到2.58亿美金的德罗赞来说，马上要迎来35岁的他更希望所在球队有冲击总冠军的希望，因此德罗赞宁愿去国王拿3年7600万，每年均薪只拿白菜价的2533万，也要争夺总冠军。德罗赞不愿续约公牛的原因很简单，这支球队原本就不上不下，休赛期送走卡鲁索，得到吉迪后正式进入重建，留下别说是总冠军，连季后赛都看不到希望。不过客观说，拒绝2年8000万合同，然后签了一份最后1年只是部分保障的3年7400万合同，德罗赞还是挺让人佩服的，看得出来他是真铁了心要走。再说下德罗赞的状态，别看他下个月就35岁了，状态是相当不错。上赛季德罗赞一共为公牛出战79场比赛，场均可以拿到24.0分、4.3篮板、5.3助攻，3项命中率48.0%、33.3%、85.3%，真实命中率58.4%。虽然没有3分，但是凭借着出色的中距离、篮下终结、造犯规能力，德罗赞依然维持着非常可观的进攻效率。而且德罗赞还是当今联盟进攻技巧最丰富的球员之一，可以持球面跨，也可以背身单打，有支球应解能力，关键时刻靠得住。数据上，上赛季德罗赞的末节总得分是550分，排在联盟第一。巧的是，排在第2的正是他的新队友福克斯538分，缩小到关键时刻最后5分钟分差5分之内。德罗赞上赛季一共拿了182分，总得分联盟第2。期间投篮命中率48.7%，三分命中率46.7%。他的新队友福克斯则拿了122分，总得分联盟第5。所以吧，胖杰觉得德罗赞会让国王的进攻丰富不少，而且一旦比赛进入关键时刻，国王可能会变得非常恐怖。毕竟他们拥有2个真正的杀手。当然，国王为了得到德罗赞，也失去了不少。除了2次轮正以首轮互换，国王还同时失去了巴恩斯和杜阿尔特2名球员。其中杜阿尔特上赛季只打59场比赛，场均12.2分钟，属于边缘轮换，但巴恩斯可是全勤首发出战了82场比赛，场均12.2分，三分命中率38.7%，属于不错的空间点。这笔交易后，国王下赛季可以派出的首发是福克斯、德罗赞、基根穆雷、萨博尼斯、赫尔特，替补席上有蒙克、埃里斯、德文卡特、莱尔斯、杰伦麦克丹尼尔斯。这阵容如果在东部季后赛应该能稳，但是在西部还真不好说。今年季后赛，西部8支球队分别是雷霆、掘金、森林狼、快船、独行侠、太阳、鹈鹕、湖人。明年灰熊、马刺、勇士、火箭也有竞争力，相当于13支球队在争季后赛名额。国王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绝对能进的实力。再看德罗赞这笔交易，马刺闷声发大财，成为了潜在的最大赢家。马刺每送出一个球员，用空间生吃了巴恩斯，并且还拿走了一个2031年国王的首轮互换。今年休赛期，马刺的操作相当被低估，1年1100万签下保罗，3方交易得到巴恩斯，第4顺位选中卡斯尔，送走格雷厄姆与今年8号秀迪林厄姆，
得到多个首轮签与首轮互换权。2031年森林狼首轮签，2030年森林狼首轮签互换权，2031年国王的首轮签互换权。下赛季马刺的主力阵容：文班亚马加瓦塞尔加凯尔登、约翰逊加索汉加科林斯加保罗加卡斯尔加巴恩斯。如果文班亚马能蜕变为联盟前10的球员，且瓦塞尔等人也能有成长，再加上保罗加盟新球队的魔力，说不定马刺可能比国王还有可能晋级后赛。再说回德罗赞，过去3年对于德罗赞是特别的，他从加盟公牛前不被看好，到2进全明星，1进最佳阵，成功打脸众多媒体。期间德罗赞的表现也达到了生涯巅峰，奈何公牛阵容太差，又遇上伤病原因，因此一共只打了1次季后赛。3年好不容易达到的巅峰，多少被浪费了。好在德罗赞依然有希望争冠，宁可放弃8000万合同也要加盟国王，就是证明心够狠，就希望这份决心能得到回报吧。而布朗尼在夏季联赛的首秀只得4分的原因找到了，被爆出布朗尼突发伤病，膝盖肿胀导致缺席与勇士的比赛。湖人对阵勇士本来是最让人期待的一场焦点对决，可是却成为了勇士一边倒的狂笑，他们直接吊打了湖人队。而现在看起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终于找到了，湖人为什么会被勇士打爆呢？因为核心布朗尼本场比赛缺席，同时也能够解释布朗尼上一场球为什么只拿到了4分，可能跟他突然的伤病也有关系。就在今日赛前，布朗尼在检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己的膝盖出现了肿胀的情况，无法继续坚持比赛了，所以他紧急退出了和勇士的这场夏季联赛。不过现在伴随着布朗尼的这个膝盖肿胀情况出现，似乎也可以理解上一场球布朗尼为什么9投2中只拿到了4分，这可能跟他的膝盖伤病情况有很大的关系。现在他的复出时间已经确定了，就是在打完勇士之后打热火复出。这次夏季联赛第1场，勇士刚赢了热火39分，现在他打热火复出意味着他可以休息3天左右的时间，这个就足够他把他的伤病给养好了，说明这伤病就是突发的，可能在面对强敌国王队的比赛时，他就已经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了，所以这也导致了他的发挥受到影响。因为当时可以看到布朗尼全场9投2中，唯一一次上篮是命中了的，但是他的中远距离投篮8中1，这就说明上篮手感他没受到什么影响，但是投篮的发力毕竟和膝盖有很大的关系，问题可能就是出在这儿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场比赛只拿到了4分。当时赛后在接受采访时，布朗尼还特意强调了一句：NBA 夏季联赛比赛的节奏比大学联赛快太多了，像他这种重型后卫必须更多的去适应比赛，他喜欢利用身体为自己创造优势，只是需要更多球权和机会去适应，说明他就是喜欢利用身体去打球，就像老爸詹姆斯。那这种球员受到伤病的影响会更严重，全场只拿4分也有情可原。胖姐还是希望布朗尼之后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，如果你喜欢胖杰的视频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